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平时不要有事没事乱说话，不然当你说真话的时候，别人就不信了。魏无羡深有体会，他现在怕是跑到房顶上大喊：“蓝忘机，我喜欢你。”可能蓝忘机都不信，那还有什么办法？魏无羡总不能跪下来求他吧？明明是蓝忘机喜欢的他，怎地却要他在这里如此烦恼？想着那小脾气又上来了，觉得这人说不通。他道：“我上街逛逛，韩光俊就自己在这看书吧。”他说得很清楚，意思是要自己上街，不要蓝忘机。说出了口，又觉得是不是太绝情了，会不会伤了蓝忘机的心啊？便悄悄看蓝忘机一眼。蓝忘机还是坐在那里，头低低的，不知在看什么东西。魏无羡心里一慌，是不是真伤心了？刚想说要不还是一起去吧，蓝忘机就站了起来，拿出自己的钱袋交给他。没钱，出门不方便。毫无挽留之意，也毫无跟随之意。魏无羡气的一脚踹开大门，大步迈出，心里愤愤道：有钱有什么了不起？他魏无羡也不穷，谁稀罕拿他蓝忘机的钱了？走到街上，实在气不过，想大吃大喝。打开那个钱袋一看，魏无羡收回刚才的话，和蓝忘机比起来，他魏无羡就是很穷。卖小吃的摊主是个热情的，看他拿着这么多钱，提醒道：公子，财不外露，你上街买点小吃，不用带这么多钱，小心些好。魏无羡顺口道：人家给我带出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。摊主当然不知道他口中的人家是谁，不过照实说话：给这么多，那对公子也太好了。是啊，仔细想想，蓝忘机除了撩不动这点，对他是很好，可撩都撩不动，不就也证明了蓝忘机其实并不打算在他这里得到些什么吗？魏无羡觉得自己不该生气的，蓝忘机不要求回报的喜欢他，又不是做了什么错事，还给他买好吃的，给他钱花。越想魏无羡越觉得自己太过分了，他转身又跑了回去。一开门，扑面而来浓浓的酒气，就见蓝忘机拿着个酒杯，呆呆地站在案几旁。魏无羡喜出望外：蓝湛，你喝酒了？蓝忘机薄唇微动，还未得出声，便双眼微睁，被几乎是飞过来的魏无羡扑倒在地。蓝忘机正愣在地上，一时间不知该作何反应，发丝铺散纠缠。魏无羡撑在他上方，俯视着他一直笑。对，魏无羡不一样，魏无羡若是喜欢，一定要得到回报。蓝忘机没想到魏无羡会来这么一招，一时不慎才被他推倒了。当下反应过来，肯定是要推他的。蓝忘机边推着他的肩，边道：魏婴。魏无羡身手可不比他差，忽然出手，抓着蓝忘机的手腕一按，把他的手按回了胸前。韩光俊这是喝了多少？这么大酒气？还非常挑衅的更压低了头，用手勾勾蓝忘机的下巴，笑道：距离实在太近了。蓝忘机身体明显僵硬了起来，把头偏开：我没喝。他稍用了些力道，再次推在魏无羡肩上：你起来。要说蓝忘机没喝，他说话怎么都会断句了，但要说他喝了，这反应似乎又不太对劲。刚才魏无羡太激动了，觉得蓝忘机是喝酒了，立刻扑了上来。这会仔细一闻，好像是有些许奇怪。魏无羡道：真没喝？蓝忘机道：没喝。问感觉问不出来，因为蓝忘机醉了的时候也会说自己没醉。魏无羡便低下头，埋在蓝忘机颈侧袖，一口气，两口气，三口气，两人倒在地上，肌肤的触感擦在身上，彼此的体温如此清晰强烈。魏无羡还伏在他的颈间闻，蓝忘机更不敢动了，整个人僵得跟两块木板似的。魏无羡缓缓道：真没喝呀？是真没喝，充满酒气的是这个房间，蓝忘机身上也只是表面沾了些气息，而不是从身体里发出来的。蓝忘机道：是洒了。刚才魏无羡出去时，那两只鸡乱跳，蓝忘机稍没注意，他们就把酒踢倒了。蓝忘机只是擦了酒，才沾了些酒气。魏无羡嘀嘀咕咕的道：你能不能真喝呀？尴尬了，魏无羡都想求他了，要不让他现在喝一杯算了。蓝忘机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蓝忘机出声时，胸腔轻轻震动，低沉好听的声音从耳边直接传了进来。魏无羡的心就好像猛地被他拍了拍，跟着他的呼吸起伏而颤。蓝湛的身上好舒服啊，又暖又舒适。魏无羡并没有起身，蓝忘机的身体僵，手也僵，
根本无处安放，只好道：“魏婴，怎么了？”魏无羡实在没什么理由把人推倒，还压在人身上那么久。他随口一扯：“没什么，我摔了一跤，有点起不来了。”这理由是真的很随便，也很扯。不过蓝忘机并没有很在意，反而道：“我扶你。”他立刻就坐了起来，把魏无羡一拉，几乎是将魏无羡扛在肩上带到床上去的，就像对付一个小孩般的轻松。蓝忘机力气也太大了，难怪百凤山，你把我按在树上动弹不得。魏无羡差点脱口而出，赶紧打住，没继续说下去。蓝忘机只听到他说了几个字，奇怪道：“什么？”魏无羡为了掩饰，揉揉自己的膝盖，道：“哦，你身体太硬了，撞得我有点疼。”蓝忘机是脾气太好了，没有纠正他，不是他撞的魏无羡，是魏无羡莫名其妙撞的他。他坐到魏无羡旁边，隔着一些距离，试探性的给魏无羡揉了揉膝盖，见他没反抗，才继续下去，开始给他轻轻的揉。总归是两个人一起住的久了，接触多了，魏无羡对一些触碰根本已经不在意，偶尔蓝忘机给他一些过多的照顾，他并不见怒意，反而还挺享受。魏无羡看着他：“蓝湛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”蓝忘机手下连停顿都没有，也不回答，只是垂着眸给魏无羡揉膝盖。他不想回答，魏无羡就继续道：“有的，肯定有的。谁啊？你告诉我呗。”蓝忘机给了他一个管好你自己的眼神，手停下了，不打算再搭理他，去往一边拿起雅正集来看。魏无羡追过去烦他：“你肯定没告诉对方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说啊？蓝二公子这般的人物，肯定喜欢谁都能成功的。”他想着怎么鼓励鼓励蓝忘机才好，蓝忘机这回连眼神都不给他。世上还有人要鼓励喜欢自己的人说喜欢自己，这种事怕是只有他魏无羡才能遇到了。魏无羡一拍案几，道：“别看雅正集了，蓝湛，问你话呢。”蓝忘机这才把眼神从书上移开，特别复杂的看了他一眼，很平淡的对他道：“魏婴，你不明白。”或许魏无羡对蓝忘机直接挑明了说会更容易，但蓝忘机的这种态度真让他觉得火大。魏无羡大声道：“我怎么又不明白？”一道紫色灵光闪过，魏无羡顿住了。蓝忘机看着他头顶的东西：“魏婴，有信。”紫色的灵光是谁？魏无羡当然知道，看都不想看，但是又必须看，他只得把信接了。不看还好，看完了脸色更臭。蓝忘机道：“有事。”魏无羡把信折了装回去，道：“兰陵今世又有宴会了，江城叫我过去，顺便把马还给他。”其实他直接无视也行，但他的心很乱，一直和蓝忘机待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效果。他想，要不还是分开一会，让自己头脑也冷静冷静。只是想到要和蓝忘机分开，他明显又不是很愿意。犹犹豫豫间，魏无羡偷偷看蓝忘机几眼，道：“要不我还是去一趟好了。”蓝忘机颔首道：“马还是还了好。”此话一出，魏无羡差点给气死。原来只有自己在烦恼，蓝忘机干脆得很，和不和他魏无羡在一起都不在乎。魏无羡真是想打人，又舍不得下手，只好憋了一肚子闷气，一头栽在被子里。蓝忘机既然叫他去，魏无羡肯定会去，而且气呼呼的，第二天一早就打算走，不然还以为谁离不开谁呢。魏无羡起来时，蓝忘机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还给准备了早饭。魏无羡奇怪道：“蓝湛，这是？”“不是要去兰陵。”“是要去兰陵。”那蓝忘机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去？魏无羡还有些不确定：“你会和我一起吗？”蓝忘机不看他，把最后一些东西装好，点点头，了一声，顿了会，又道：“你不是要送我回姑苏？”所以先和魏无羡去兰陵，再让魏无羡从兰陵送他回姑苏，从而使魏无羡能达到最初始的目的。好像有哪里怪怪的，但是重要吗？不重要。反正魏无羡能接受这个理由，于是两个人一起牵了马，出了门。蓝忘机将山鸡装在马上，道：“魏婴，你坐吧。”魏无羡忽然想使坏一下，道：“但是我上不去，帮我一下。”要让别人听了，还以为魏无羡昨日是不是摔着了？身手那么好的人，今天竟然连马都上不去了。但蓝忘机只是浅浅的眸光在朝阳下一闪，没多说，还是帮了他，把他抱上马。
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